核聚变这个难题啊，可能被一家美国民营企业率先攻破吗？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那么在太阳的内部啊，每一秒都在发生着我们梦寐以求的事啊。此时此刻，核聚变，它把最轻的元素氢转化为氦，是吧？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点亮了我们整个太阳系和宇宙。那么我们人类啊，追逐这场人工太阳的梦想啊，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这种漫长道路。但是直到今天啊，我们还是没有能在地球上像太阳那样稳定高效的燃烧起来啊。当然那些自比太阳的狂人除外啊。不过呀，故事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篇章。美国能源部啊 DOE 正在用一种源自航天业的模式，让民用公司加入到这场终极能源的竞赛里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里程碑式聚变开发计划，以及这场竞赛中的关键选手 ZEP Energy。 过去呢，聚变研究只有国家和顶尖大学才能承担这个昂贵的费用，预算庞大，周期漫长，目标虽然宏大，但是往往难以落地。2023年呢，美国能源部就启动了里程碑式聚变开发计划Milestone Based Fusion Development Program 它改变了传统的资助方式，不再是一次性的拨付经费，而是呢像签订合同一样，约定阶段性目标完成计算验证，展示实验结果提交工程设计。只有完成一个里程碑，才能获得下一阶段的资金。那熟悉开发商的房地产开发的朋友可能会不以为然这不就是进度款吗？对吧？盖一层给一层钱。是的，那这种模式在航天业已经缔造过奇迹。对 SpaceX。NASA 的 COTS 计划就 Commercial Orbital Transportation Service 这个商业轨道运输服务计划催生了 SpaceX， 把一家初创公司呢培养成了能主导商业航天的巨头现在呢 DOE 希望在聚变领域能够同样复制这样的成功。首批入选的公司呢，技术路线是五花八门从传统的戳格马克极光惯性约束，到另辟蹊径的这个叫 Real-Time Fusion， 它是磁性约束，和 ZEP Energy Z-Pinch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美国能源部长 Jennifer Granholm 对这个评价还是非常精辟的。他说，有些公司追求成熟的方案，有些公司呢选择大胆的线路，我们要两者并行，两条腿走路。那有人就质疑政府能孵化出科技巨头吗？历史已经给出过答案，能，而且还不止一次你像页岩气革命薄膜光伏巨头 First Solar， 还有风力涡轮叶片的效率提升，都始于美国能源部在早期承担风险，并提供了国家实验室资源。不过我们也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美国呢从0到1，它的技术发现和原型研发上是很有优势的，但是把技术推向规模化，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就从1到 N， 那其他国家呢可能展现出更强的能力，比如光伏风电等等。所以这次DOE 呢也想反过来试试看，能不能在聚变这个终极能源领域，既跑得早，又能在产业化的道路上守得住不只是做技术上的这个播种者是吧，还要做产业的这个塑造者、收割者。所以我们要理解 ZEP Energy 它的这个努力我们还是必须回顾一下聚变的根本挑战。核聚变就是把氢核，比如说氚核、氘核是吧，合成重核氦核，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是难点在于什么呢？原子核都带正电荷，它们之间是存在强大的静链排斥力的。你可以理解成两个正常男的亲嘴是吧？那么只有在超过1亿度这种极高温和极高压力下，原子核才能克服这个排斥力，靠近融合是吧？所以在这种极端条件下物质就会变成等离子体一种电子和离子都能自由流动的这种第四态，它导电带电还能流动，像一个狂暴的火球一样，但是它不能接触任何的实体容器。那为了让这个聚变持续的反应，而且能量输出大于输入，我们必须满足一个叫劳森判据就是密度乘上温度乘上约束时间要大于临界值。所以要驯服这个等离子体人类设计了3种瓶子第一就是磁约束，用托格马克装置第二个是惯性约束，用极光聚变，我们之前也讲过以及 ZEP Energy 正在做的这个 Z-Pinch， 用电流自身的磁力去捆住闪电。
ZP 的概念啊，其实是非常古老的，和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X 射线光刻的是有一比的，那个话题还很有争议的，很多朋友都留言啊。那么欢迎大家拍砖。1905年的2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一根被雷击中的这个煤油精炼厂的避雷针啊，像一只巨手捏过一样啊，被扭曲压扁。它的罪魁祸首呢，就是强大的电流产生的磁场。这种现象呢，就是后来所称的姑缩效应，或者叫 pinch effect。到1934年啊，美国物理学家威拉德·贝内特呢就提出了精确的理论，描述了电流流过粒子束的时候如何自我收紧，这就是 Bennett pinch 啊，贝内特收缩啊，姑缩。到了1950年代啊，科学家就开始尝试把它用于受控核聚变啊，沿着笛卡尔坐标系的 Z 轴啊流动大电流，电流呢就产生环形的磁场。那么磁场和电流的相互作用就产生内向的洛伦兹力，把等离子体的压向中心啊，它这个公式就 F 等于 J 乘 B 嘛，这是一种极致的简洁方案。理论上呢是不需要昂贵的这个超导线圈或者激光系统的。那么，但是啊，这个等离子体大家知道，它是像柔软的果冻一样，它是一个流体吧，一旦被强力姑缩呀，就会产生各种不稳定性啊，比如像香肠形变或者扭结形变，就导致等离子体瞬间破裂，温度崩塌。那么到了1950年代呢，英国最大的 ZP 实验呢叫 Zeta Zero Energy Thermonuclear Assembly 啊，它一度宣布呢，它成功的产生了中子，引发了全球轰动。但很快啊，它就被证实这是一个误判的信号啊，和 LK99这有点像。这次乌龙事件啊，就让 ZP 名声受损，科学界呢就转而追求更稳定的这个托格马克路线。托格马克呢其实也是从这个姑缩原理演化而来的，但是他把大部分的磁场呢交给外部的线圈，就降低了等离子体自身它电流驱动的这个不稳定性，所以 ZP 的路线呢就因此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那么 ZP 啊重新拾起这条被废弃的旧路啊，就 ZP Energy 啊就重新拾起了这条旧的方法，提出的核心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流动稳定化。像 ZP 的这个名词叫 Shared Flow Stabilized ZP， 简称叫 SFH ZP。原理还是非常直观的，就是如果你让等离子体在被压缩的同时，沿轴向流动起来，并且不同半径的区域呢，它流速略有差别，有一个速度剪刀差，那么这种剪切流就会像旋转的陀螺一样，产生抑制不稳定的这种涡量。用这个 ZP Energy 联合创始人叫 Yuri Shublik 教授的话说呢，这项创新啊，可以理论上无限延长 ZP 等离子体的寿命。所以 ZP 的装置啊，它的 FUZ 系列呢，就是为了验证这种流动稳定能否呢将 ZP 从短暂的脉冲变成持续的稳定运行。那稳定了这个宏观身体之后啊，就是 ZP 团队呢必须解决微观的心脏问题，就是能量和粒子在等离子体核心它是怎么流动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论文所聚焦的。在 ZP 的核心区域啊，磁场是恰好为零，对吧？物理学呢在这就变得比较复杂。外层呢是磁场强，粒子做回旋轨道啊，它们是磁化的，遵循标准的导吸近似。那轴心呢也是磁场几乎为零，粒子呢失去了约束，像过山车一样的就穿越轴心是来回震荡，这个称为 Metatron 啊，这么一个轨道。那么ZP团队的论文就发现啊，在两个轨道之间呢是存在一个厚度可观的过渡磁化区啊，那么它的厚度啊往往是几十个粒子的拉姆尔半径，这取决于等离子体的线密度。这就意味着呢，核心的这个电流啊不是留在一根丝线上啊，而是分布在一个厚厚的区域啊，可以理解成一个柱啊。那更关键的是什么呢？电流分贝在这就发生反转了。在外层啊，电流呢是由磁化粒子承载。但在过渡区的这些磁化粒子呢，会产生反向的漂移电流，反而抵消了轴向的电流。所以呢，维持 ZP 估缩的静电流必须是由非磁化的这个贝塔窗轨道来承担。
这个就不仅解决了理论上的这个奇异电流难题，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工程师只用传统的磁流体模型来估算啊，是无法准确判断能量损失来源的，所以必须使用的叫 Bootk 参数啊，来控制等离子体的状态，才能确保核心区域的动量和能量不会因为微观粒子间的超热速漂移产生剧烈的湍流，进而破坏 SFS 的精确流速的抛面。简单说的就是稳定这个流速的剪刀差。如果说 SFS 解决了 Z-pitch 要怎么稳定的问题，那么这篇论文解决的是知道自己为什么稳定的问题啊。所以理解了微观物理啊，这个下一步就要大规模的工程化，对吧？就像这个 ZipEnergy CEO 叫 Benj Cowie 所说的，聚变啊不仅仅是一个等离子体的问题，它还是一个系统集成问题。所以为了解决这个工程挑战呢，这个 ZipEnergy 就构建了叫 Century 平台。这个 Century 啊，它这个平台不是一个聚变反应堆，而是一个融合工程测试平台啊，专门用来验证商业电缆所需要的3大核心子系统。那么他们也就实现了20倍的功率的飞跃。那么 Century 最新的里程碑啊，就是9月份，Milestone在2025年9月份刚刚取得的。那么平台呢，在0.2赫兹的重复频率下，0.2赫兹就是每5秒钟发射一次啊，稳定的运行了100次以上的等离子体脉冲啊，平均功率呢就提升到了39千瓦。每次脉冲啊就携带高达500千安培的电流，这就相当于一道闪电强度的20倍。那相比2024年的这个初始运行啊，这成就意味着呢，持续平均功率就实现了28倍的飞跃啊，就是从1.4千瓦开始的啊，到现在的39千瓦。所以这种高频率大电流的重复脉冲能力，就证明了 Z-pitch 它的架构啊，从实验室到连续发电的这种工程上的可行性。这平台在过去1年里边累计发射过超过1万次的这个脉冲了，所以这种持续的高强度脉冲啊，就产生巨大的热量啊，并且侵蚀这个容器。所以 Century 平台啊，通过复杂的这种液态金属循环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它的介质呢，就是这个系统循环着1100公斤的液态的 B 啊 B 元素。那么液态 B 啊，它是身兼数职。它是电流的通路，金属导电吧，然后也是吸收这个等离子体热量的传热流体。另外呢，也是等离子体面对的就保护屏障，第一道保护屏障。所以 B 啊，就通过离心力均匀的覆盖在反应室的内部，保护了这个固态电机，吸收了热量后的，随后呢就被输送到一个200千瓦的气冷湿热交换器里边，保持系统的平衡。所以这种液态金属壁的设计啊，就避免了传统的这个固态材料及极端的热应力下的这个失效问题，就极大的提升了 Z-pitch 反应堆的这种耐久性和可循环性。那我刚才提到这个 B 元素，对吧？可能很多关注 LK99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啊，也听说过它那个标志性的七彩晶体，甚至还有它关于这种强抗磁性的各种说法。确实啊，这个 B 元素拥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身份，就是它是我们自然界天然的元素里面已知啊抗磁性最强的元素，天然的啊。那么抗磁性意味着什么呢？它会被磁铁排斥，对吧？在聚变装置里边啊，这个 B 的这个特性啊，就提供了一个精密的工程杠杆。这个 Z-pitch 它的核心存在这个磁场的零点，对吧？就导致这个等离子体它的疏运是非常复杂的。B 的强抗磁性呢，可以在等离子的边界局部排斥磁场，从而就有助于工程师控制和压缩等离子体核心啊那些不稳定的过度磁化区域啊。所以呢，这种利用 B 的材料特性来稳定这种磁场几何结构的设计啊，在这个聚变界是具有开拓性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家啊。因此，这个 ZipEnergy 它选择这个循环了1100公斤的纯液态 B 啊，但不仅仅因为它是导电或者导热是吧？更是因为它在这个高电流脉冲，就是 Z-pitch 啊这种特殊的结构中啊，能够同时充当的就高电流导体、高密度热容体以及在磁边界调节器的这种3重角色。所以这种液态金属用作高功率的脉冲电极，并且让它参与到磁约束的机制设计中，在聚变研究中啊，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当然，我们说任何工程材料啊，都绕不开经济可行性，是吧？这个 B 虽然具有神奇的特性，但它也是一种稀有元素啊。地壳中的风度啊和银是类似的，而且呢，它主要作为铅、铜和钨冶炼过程中的
刺激副产品而产出。那这种这个生产的生态就意味着币它的供应是具有这种非弹性的。币的产量呢不取决于我们对聚变的需求，而取决于全球铅矿和铜矿的开采量，对吧？所以当前全球市场正面临着这种结构性的短缺。现在预计2025年会出现大约8000吨的这个币的这个关键赤字缺口。所以这种供应的这种瓶颈也导致它的价格波动巨大。虽然大宗的这种工业级的币的价格相对是比较低的，但这个核聚变所需要的这种高纯度、小批量研发级的币它的成本可能在每公斤55到100美铢之间浮动。就是在现货市场上极端紧缺的时候会飙升到143美元以上。所以呢，这个 Zip Energy 呢，他们还必须设计一套高效的这个回收和再循环系统。你不能这1100公斤币用一次就没了，用一次就没了，那这不是烧钱的问题了，那是比烧金子还贵了。所以它能确保这种具有战略价值的稀有元素能够支持未来的大规模商业化部署，不然你就会被人卡脖子，对吧？那么 ZP 这种无外部磁体的设计，就赋予了它天然的商业优势。你看它尺寸单个聚变模块的直径只有3米。目标发电量是50兆瓦，足以给一个小城市发电。而成本呢，它不需要昂贵的这种超导磁体和巨大的厂房冷气系统，所以资本的投入就比传统的路线低了好几个数量级。再一个就是它紧凑模块化的这个 ZP 电站，可以建在任何地方、任何电坊，包括致密的城市或者前燃煤电厂的旧址。怎么样？如果真搞成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装到星际飞船上，是吧？加速个几十年。飞到0.5倍光速，我们到那个半人马座阿尔法，是吧？三体星去灭了三体人，怎么样？做梦的所以 DOE 呢，同时扶持了 Zip Energy 和 Realta Fusion 这2家新的公司，就展示了它政府在能源投资上这种分散风险的这种策略Zip Energy 它技术路线就是流动稳定化 SFS ZP， 它核心优势呢就是结构极致简洁。成本低，而且模块化高，风险呢就是微观稳定性和卖出的持续性。那 Realta Fusion 它的技术路线呢叫磁镜约束Magnetic Mirror 它的核心优势是相对成熟但是端部损失的是个难题，而且还有复杂的这种磁场配置，以及能量回收效率不高。所以 Zip 它的这个 Century 平台呢，目前已经证明了工程系统的这种韧性就是10000次的这种高频率是重复脉冲而 Realta 呢，目前呢正在努力的追求长寿命的约束。所以 DOE 美国能源部呢希望通过竞争和实验，让市场最终决定哪匹马跑到最后。Century 这平台成功解决了系统集成的问题，让 ZP 拥有了商业化所必须的这个躯干。但真正的聚变还是需要跨越好几道这种科学的大门比如第一就是科学点火和这个碰撞度Century 平台呢是在0.2赫兹下运行而且它只用了氢气或者氦气。那么 Zip 的下一步呢，就是在FuseEQ 的装置上继续提高等离子体的线性密度和温度，目标是呢就是克服这个微观不稳随着温度升高等离子体会从碰撞主导转向为无碰撞主导。这个时候论文中提到的这个所谓超热速对流和Betatron 轨道驱动的微观不稳定性就会成为主要挑战。那么达到 Q1就是 FuseEQ 的设计目标呢，就是科学能量一个平衡点就是输入输出相等。那么到这个点这是他们的一个阶段目标。第二个就是商业化还需要三道门。最终的商业化核电站必须同时解决3件事，就是科学点火，稳定产出这个聚变能量，是吧？实现能量增益。第二个就是工程放大，从实验室规模放大到商业规模解决中子辐射下新材料以及能量回收系统的这种长期运行问题。再就是经济可行，最后分析，你每度电的成本必须低于天然气、太阳能这些现有能源，才能在市场上立足。所以 Zip Energy它的目标呢是在2030年初实现这个聚变电站这个设计原型。那么历史上我们觉得任何影响这种能源革命都经历了漫长的几十年，是吧？但是政策、资金和技术的协同呢，现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这种速度推动聚变时代的到来。
所以在 Energy 的故事啊，是一个关于复兴和精细控制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什么呢？聚变的突破啊，不仅是宏大的磁场、炙热的火球，还更是那些微观粒子轨道啊、巴克参数以及1100公斤的流动的液态币里面。所以，当政府用 milestone 来定义目标，企业呢用39千瓦的这个持续平均功率来兑现理论的时候，一个新的这种聚变生态啊就正在形成。科学的进度啊，往往啊并不是轰轰烈烈的啊，它就像这个等离子体的流动啊，先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啊悄悄的稳定，用精密的工程和深邃的理论呢，一步一步的消除不稳定性，然后某一天，人工太阳真正被点燃了。所以，关注宋说新语，我们一起来记录未来能源的诞生。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次再见，拜拜。